现在正式进入云南了，可以明显感觉到由广西进入云南，这一片全是山区，一座一座山，连绵不断。前面8公里有一个叫八宝服务区的地方，去那个服务区休息一下。不过这里不大呀。哇，这气温降得也太厉害了吧！这次我待的服务区呢，也是在20多度这样子，来到这边呢，就已经变成了10多度了，15度刚刚显示。哇，穿着短袖真的是太凉爽了。我换上了厚的衣服，太舒服了，好暖啊！我刚刚在服务区去买馒头吃了，我吃了3个馒头，给半斤买了2个，都是你的，不着急，好不好？今天第3天了吧，他那个还是没有吃，狗粮还是没有吃。这个是奶香馒头，里面有牛奶的，所以说它吃的很好吃。我们才停下来吃了一点东西，马上就天黑了。半斤，待会儿带他在这个服务区跑一下。在饥饿的加持下，半斤终于愿意吃他的狗粮了。现在室外呢是13度，并且还下起了雨，阴冷阴冷的。到今晚呢应该会更加冷吧，睡觉的时候。现在正在做明天的文案收集，查一下资料。半斤已经睡得很熟了，我已经给他买了棉被了。给半斤买了棉被。哎，你没睡着啊？乖，躺下睡觉，躺下。好。早上好，半斤。半斤还在睡觉，醒了。哇，外边好像还在下雨吧？现在和半斤出发了，继续前往我们的目的地丰岩洞村。今天这个雨不小哦，不知道能不能到户外去拍摄啊。我现在离这个丰岩洞村呢还有38公里。今天的室外温度是11度，比昨天又降温了一些。因为我是直接从广东开过来的，开了3天，所以这次通勤费应该挺高的。588是吧？现在要走这县道3路了。18.8公里，我要去的这个丰岩洞村呢，它的地理位置呢是位于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中部的，就是说它是处于一片深山之中，这里都是典型的那种喀斯特地貌，周围都是崇山峻岭啊，妖怪是嶙峋的。它整个村子啊都是处于一座山峰里面，山峰下面的一个山洞里边，是一个穴居部落，整个村寨在里边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。所以说是一个很典型的穴居部落。这一次呢，就是去探秘穴居部落，看看这种穴居部落有怎样子的一些典型的文化特征。离丰岩洞还有15公里，但是我导航显示只有12公里，要走这个小路走15公里，挑战啊，又是一个挑战。希望这条小路不会太难走啊。导航显示这前面就是丰岩洞村了，100米的地方，难道就是这个村子啊？我现在打上伞去周边问一下这当地的村民，这个丰岩洞到底在哪里啊？我看到这电线杆上写了这里就是丰岩洞，但是我没看到那个洞在哪里啊。这个村庄就是建在这个322里边，目测有20多户人家吧，这里去看看。老奶奶你好。听不懂哦，听不懂哦。就是你往牙口啊家嘛。哦，问其他人是吧？往牙口啊家。好的。我不懂啊，你这点听不懂，这点看不见啊，你怎么讲？哦，你看不见也听不懂。看不见。真的是太搞笑了！我问了刚刚一个村民了，他说我停车的这个位置旁边就是这个丰岩洞了。你看，就在我背后。这里面有个黑漆漆的洞，这里面呢就是丰岩洞，所以说我要找的地方就在我的车旁边。半斤那哀怨的小眼神，他说你出去干嘛不带我出去？
不过这个山洞真的很难留意得到啊！你看这个洞口完全被这个树木给遮挡了，一点都看不到。因为感觉里面好黑呀，我有点胆小。带上半斤一起壮胆，好不好？半斤，走慢点，半斤，走慢点。我们是从这个小路里边进来的，走进来之后发现这个里面的山洞好大呀，从外边完全想象不到这里边有这么大的一个世界。这个洞顶全是那种钟乳石啊。现在继续往前面走，慢点，慢点。这下面好多房子啊，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在住。你看，如果不是事先知道的话，我是绝对想象不到在这么一个山洞里边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世界。头顶上方呢就是一个很大的洞口，而洞口上方呢挂满了，就是岩壁上边呢挂满了垂掉下来的钟乳石，钟乳石下边呢就是很多的房屋屋舍，而这些房屋屋舍呢统一的特征都是没有屋顶的。你看，这个没有屋顶，那边呢也没有屋顶。没有屋顶呢是因为它这个洞口刚好就挡住了这个风雨，所以说他们根本不用担心这个房屋是被雨淋到的，所以说就没有见到那个斜斜的漏雨的那些屋顶。虽然这个洞口的岩壁已经挡住了大部分的风雨，但是没有挡到这个阳光。你看，阳光还是可以照进来的，这个洞口还是锃亮的。他们已经在上边铺了竹竿，在上边可以晾菜啊、晾衣服啊等等。你看上面还有很多簸箕那些，哇，下面还有好大呀！你看那边的房子上面还有晾衣服、晾那个布，但是这个是有人在住吗？我看里面应该是没有人在住了。你看上面写了历史建筑丰岩洞村遗址，已经变成遗址了。你看这里面有石磨，哇，这是烧过了吗？怎么变黑了？这是他们以前的做饭的地方吧？哇，这么大一个水缸吧？这个，你看他们这个屋子的墙都是这个竹条直接砌在一起的，上边呢就是稻杆。房子里面还挺大，感觉这山洞里边的房屋鳞次栉比，错落有致。你看那边的房子，房屋上边呢都挂了彩色的布料，而且上面还有簸箕啊，然后还有晾晒的东西，跟这个山洞上面的钟乳石形成一幅很有特色的一幅民俗画，像不像一幅画？跟着半斤再下去看看，这里有烧过秸秆的痕迹，应该是最近才烧的。哇，那个洞好深啊，好大一个洞在那里。这房子曾经都是有人住的，只是说现在那些村民不知道去哪里了。你看这些房子，生活物品都还留下来了。这里呢，应该是他们以前村子里的一个小广场吧，就是举行祭祀的地方。因为在上边呢有看到有佛像、有菩萨像等等，并且呢还有桌椅的，可能他们平时村子里集会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举行的。
半斤不要在那里乱窜了，好不好？他一直在四处跑，四处跑。哇，好脏啊，全是泥巴。待会儿你就别上车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去河里洗个澡吧。我现在准备跟半斤下去那个洞穴里边去看一下，因为我看到那个洞穴发出蓝光，好奇怪啊，好神奇。走，我去看一下。在这么荒凉的一个山坳里边，并且呢，在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山洞，居然有这么大的一个聚居的部落，真的挺让人感到震撼的。但是我有一点很好奇的就是，他们这个饮用水从哪里来？因为这边看起来好像没有水源啊，没有水资源啊。那么这个喝的水从哪里来呢？我们已经下来很深了，这个洞口越来越远。走，半斤，走。为什么是蓝色的？下面有灯吗？还是那是水啊？拉近看一下，我看不清楚那是什么啊，感觉有点奇奇怪怪的。为什么是深蓝色的？我现在跟半斤走到这个洞口这里啊，发现下面很深很深，里边呢是一个蓝色的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我远远看上去好像是蓝色的灯光，难道说下面还有另外一片世界？还是说那是一片蓝色的湖水啊？就是那些水潭，但是水潭也不是这样子的颜色啊，怎么是深蓝色的呢？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我就不下去了，感觉下边太诡异了，那个蓝色的光。回来之后给半斤擦脚洗脚，弄了大半天，终于把他的脚给弄干净一些了。半斤你真是太让人操心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好，大叔，你们知道这个村就是山洞里面的那个村搬去哪里了吗？啊，我们就是了，这里都搬出来了。哦，你们就是啊？哦，你们从里面搬出来的？是啊。哦，为什么不住洞里面了？就是政府让你们搬出来的。对呀。哦。政府提出1万块钱。哦，每户人家1万块钱搬出来了。哦，你们在里面住了多长时间了？嗯，300多年了。那住了很多代人了哦。好多代人了，11代人了。11代人了。嗯。哦，你们姓什么的？我们这里有6个姓氏啊。哦，6个姓氏。有6个姓氏。哦，从哪里？江西。江西就是你们祖辈从江西那里。嗯。因为什么原因来到这里啊？尤其是战乱啊。战乱。嗯。哦，也是因为山洞里面好休养生息哈。对。就躲避战乱才住在这里。是的嘛。哦。嗯。最后变成多少家人了？多少户人了？这里80多户啊。80多户。嗯，把它搬出去广纳咯。哦，广纳。搬出去广纳，把它搬去文山。哦。嗯。一共有多少口人啊？以前300多人现在。300多人了。对。哦。对，我带你进去看看。可以呀，走嘛。哇，这个是用来干嘛的？是用来烧的吗？还是用来吃的？烧的嘛，玉米啊。哦，玉米。对啊。玉米杆子用来烧。嗯，对，我们这里种玉米，不是种稻谷的，我们种玉米。哦，种玉米。土匪过来都不敢进来是吧？不敢进来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里人比较齐心。齐心。对。哦。人比较齐心了嘛，那个能够抵抗外敌哈。啊，土匪来他就不敢动。哦，现在这位热心的大叔呢，他就带我看一下，参观一下他们这个以前居住的环境啊，以前居住的地方。